行情持續的往上走，第一場壓力測試來了，到底測試的結果如何呢？今天帶你快來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關於你荷包的問題啊。看到了這個上半年的股市啊，哇，真是不得了了，尤其是南韓股市。那當然呢，如果呢你這個不是南韓人，你沒有參與到南韓股市，應該是流口水，覺得很羨慕。但是最近的南韓股市迎來了非常劇烈的震盪啊，這一震盪不得了，這就影響到我們全部人了。為什麼？因為這將是 AI 行情第一次面臨到的壓力測試。好，南韓股市呢，很好的扮演了一個全世界 AI 行情領頭羊的角色。它可能不是最重要，但是它的象徵意義很重要。所以呢，你就要趕緊今天帶大家來聊聊南韓股市發生了什麼狀況？到底呢，為什麼南韓市場放到全世界來講，好像也不是那最大的。那你說 AI 的一個這個技術當中，它也不是那個最先進的，但為什麼它扮演了這麼重要的一個精神指標的角色哦？好，我們先來看看最近呢，這南韓股市迎來了非常劇烈的震盪啊，感覺有一點點小消息風吹草動啊，哇呀不得了了！這個南韓的市場啊，就咻的雲霄飛車，熔斷再熔斷，哎呀，這個嚇到這個寶寶都昏倒了哦。好，那我們來看到了最近一個消息就是啊，他說南韓就開始有那個耳語說，完蛋了，完蛋，說完蛋什麼？他就說，哎呀，因為啊。這個南韓呢，他們有一個這個全世界第3大的一個退休基金。那這個南韓的國民退休基金呢，最近即將要有一個動作，就是它要進行再平衡的動作。那你就要問我這什麼意思啊？南韓的退休基金應該是說全世界的退休基金，或者是說全世界的這個主要的一些這個投資基金都有一個內規。那這個內規呢，比如說像這個退休基金這樣的一個要幫他的退休民眾保本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基金規模，它一定要是穩健的吧？好，那如果它要穩健的話，那它當中就會有一些內規的規範，比如說他會告訴你要股債平衡，對吧？因為呢，他的退休基金不能輸啊，這是大家的退休金啊，我一定要穩當的，確保每一個國民退休的時候還領得到錢吧。所以呢，他要穩健的。那穩健呢，他們就會有一些規矩，他股票要多少百分比，債要多少百分比，什麼樣的一個商品都要百分比，它一個平衡。那它有一個數字的一個上限，那這個上限到了之後呢，哎呀。那當然，它要重新再平衡一次，就是呢，把這當中的一個基金的組成再平衡成當初他設立這個基金所要的一個股債平衡狀況。好了，那我們來看最近呢，就因為南韓股市飆的上漲啊，所以呢，讓這個平衡被打破了。本來呢，他說，哎呀，我的這個退休基金當中，我股票的一個這個上限呢是28%，好，其實是20%啦，但它上下有一個 range 哦，它那個上下限制這個8百分點，所以呢，它最多可以買到28%。好了，那現在問題來了，因為韓國股市漲太快了，所以瞬間吶。他的這個股票的，因為這個突然間膨脹嘛，對吧？他買的股票都大賺暴賺嘛，所以呢，他這個暴賺的股票放到了他整包的退休基金規模當中，超過了那個比例了。現在啊，南韓的退休基金它的一個股票的一個這個比例已經來到30%了。那就不對了嘛，那我就失去了我要穩健的那樣的一個原始的一個意義啦。所以呢，他們就必須要做再平衡。那最近呢，大家就一直在謠言啊，南韓市場就說完蛋，他要再平衡。好，那你要問我再平衡怎麼再平衡？賣掉股票啊，我賣掉股票，然後我去買債，那是叫做再平衡。然後我要把它那個比例再買到我當初設定的比例嘛。所以呢，現在大家就要開始用計算機開始算了，數學問題，到底它超出的那個比例賣掉會是多少的韓國股票的賣壓？大家就去算那筆賬了哦。好，那算出來算多少呢？480億美元。哇，你看這個數字，你就說不得了了。你看南韓股市漲多少啊？它賣掉那個要再平衡的一個賣壓會有480億美元，所以呢，大家就會很擔心。
擔心啊，那個南韓的這個國民退休基金啊，這個賣壓一出來，哎呀不得了了，那南韓股市不就這個慘嗎？就賣壓太重就跌啦。然後呢，大家聽了耳語就說好恐怖，好恐怖哦，他那個賣壓要出來了，什麼什麼什麼。緊張死了。好，那當然呢，這個退休基金的一個這個經理人就站出來說不用擔心，他說因為這個是國民的基金嘛，他說國民的基金當然要幫國民累積退休金，但他也肩負一個任務，就是他會在這個市場很安定的狀況底下，他要維繫這個市場的一個穩定的狀況底下，慢慢賣。慢慢再平衡，我又不是一天要賣光，你急什麼嘛？所以呢，你就去發現說，現在這個南韓市場很瘋啊，一天到晚嚇到自己哦，這個屁滾尿流，趕快逃離市場。然後呢，逃離市場之後，想想好像沒什麼事，然後再滾回來。滾回來之後呢，又一個風吹草動，趕快又逃離市場。每天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嚇死寶寶了哦。好，那但是我們要帶你看，雖然這個可以說就是一個自己嚇自己的風吹草動，但是呢，你真正應該要放在心上的一個問題會是什麼？南韓市場其實某種程度上跟台灣股市很像，所以你看南韓市場的變化，你要這個反思一下自己台灣市場有沒有類似的一個隱憂哦。好，我們來看，你真正南韓應該要擔心的是他們的散戶在做什麼，外資在做什麼，南韓股市的籌碼現在的狀況如何？好，我們要帶你來看到南韓股市，先講今年以來上半年它的漲幅呢是101%，整整漲100%，哇，不得了！好，那漲了這麼多呢，啊，當然呢就會有一些心理因素出現了哦。好，漲了很多。剛剛我們講到的是國民的那個退休基金再平衡嘛，那現在呢，這個南韓股市暴增這麼多之後呢，外資也要再平衡啊。你知道有很多金髮碧眼老外他們的基金啊，他們的基金也是會有一個比例的。我南韓市場要放多少？台灣市場放多少？日本放多少？哈，他們這個在亞洲的一個投資都會這樣放的哦，每個市場放一個部分，然後放一個比例哦。好了，那現在你南韓市場不漲那麼多。外國人也要再平衡所以你就看到了從這個今年一直以來啊，外資不斷的在撤出南韓股市啊，賺很多了。你要說它獲利了結也行，你說它再平衡，它維持那個各個市場的一個比例也行。那你要說呢，南韓市場漲到這個地方過熱了，他們擔心也行。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還有一個理由是韓國的一個這個韓元的一個這個貶值狀況呢，也是讓外資不斷的撤出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所以呢，這麼多理由疊加啊，整體上半年來看啊，韓國股市呢就叫做外資撤出，他們的內資、他們的散戶不斷的加碼還開槓桿的加碼，所以呢，對這個市場投資者，如果你很熟悉的話，你就會知道哦，這樣的籌碼是不 OK 的。等於呢，那種大戶正在離開，然後進來買的都是散戶。那散戶呢，有一種非常非常明確的一個特徵，就是大家殺進殺出，短進短出，會造成那個市場波動又更大了。那再加上呢，現在大家都開槓桿在買哦。散戶開槓桿，那就會讓他這個腿變得更短，就是更短進短出，因為很緊張啊，那個都是大家血汗錢啊，所以呢，這又導致現在南韓市場的波動幅度又越來越大了。那有人綜合這樣的一個現象，那叫做系統風險越來越高了哈。好，那於是呢，這就是一個大家應該要擔憂的隱憂。那我們剛剛看到這開槓桿的問題啊，其實也不僅僅是在南韓股市，台灣有類似狀況，但是其實你放大了來說，全世界都在開槓桿啊，這亞洲市場更是格外，特別是台灣跟南韓。好，我們帶你們看全世界的槓桿，全世界現在買 ETF 呢，大約有2000億美元。那這 ETF 呢，對於這個市場來講是助漲又助跌。你往正向的方向來看，特別像南韓，亦或是像台灣近期的一個狀況 ，ETF 呢，大家去買，那買了之後呢，這個股市上漲了之後呢，哇 ，ETF 就助漲，股市上漲，那 ETF 呢，大家又開始投入資金，然後呢，又讓這個股價又繼續往上漲 ，ETF 的市值又變大，變大了之後又再繼續買，然後呢，股價又上漲，哇，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好，那當然這是一切在非常完美狀況底下一路的正向循環。但如果有一天呢，
有一天突然間基本面出現什麼狀況，亦或是風吹草動，像是南韓最近的風吹草動呢，哇 ，ETF 是助跌的哦，它也会變成一個負向的循環。好，那所以呢，這樣的一個開槓桿的狀況，特別是南韓最近還出了這個2倍槓桿的一個狀況，就會強化那個循環的一個情形，所以這才是大家擔憂的所謂的系統性的風險，大家要放心上。好，那我們剛剛提到了它是助漲助跌嘛，那我就一切讓它非常完美，就不會跌了，對吧？好，所以你就看到了，那你就要回頭來看，到底南韓它的基本面撐不撐得住這一次不斷上漲的一個金融市場的行情？好，我們帶您看南韓的一個出口數字啊。其實，在6月份，你看它出口數字來到了單月的歷史新高，真的，它的基本面狀況非常好。但是呢，非常好的狀況底下，大家又開始這個腦補自己哦。比如說像最近三星海力士哦，韓國政府呢就要求他說，哎，你加大投資，加大擴產，因為呢記憶體供不應求，所以你擴產。但是呢，就在他宣布要擴大投產的一個狀況底下，當天它的股價就迎來劇烈震盪了。因為你一直供不應求，大家覺得這樣很好，你可以无限制漲價嘛。但是當你要擴產了之後，大家擔心，那你的價格是不是開始回落？然後你又看到南韓這個三星跟海力士，他們又去做一個動作，就是他們回頭去要求他們的上游的載板或者是叫基板這樣的一個廠商，你降價。上半年呢，因為呢看荷姆茲海峽，然後看到了一些金屬的價格在往上漲，那這些載板或者說你稱呼它叫基板的廠商，他就跟這個三星跟海力士說，哎呀，我的成本上漲，所以呢我要跟你漲價。那上半年這個海力士跟三星就說 OK， 那你漲價。大概漲了3%、4%吧。那現在呢，這個三星跟海力士就講了，我說沒有啊，荷姆茲海峽不是重新開放了嗎？這個金屬的價格不是也開始慢慢回穩了嗎？那你當初給我漲的價，你現在給我降回去，嘿，但人家廠商說沒有啊，但是我有其他的成本也上揚啦，等等等，反正現在雙方還在拉鋸。但是呢，他們這個動作啊。三星跟海力士要求人家降價的動作，就讓大家覺得說，哎，你什麼意思？如果你賺錢賺得不得了，賺到跟搶銀行一樣容易的話，你幹嘛要你的上游廠商降那3%、4%啊？對不對？你一定是有什麼樣的理由，對不對？哎，你幹嘛要叫人家降價？你是怎麼樣？你經營少賺了還是怎麼樣？大家就開始又風吹草動又腦補，所以呢，這些讓大家覺得說，會不會是整個這個記憶體的一個這個基本面出現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狀況，就開始擔心，又開始腦補。好，但是呢，一切的一切，我們就要帶你來看市場上會有反應的哦。有的時候基本面反映到股價上頭，那不一定是完全反應，亦或是有很多腦補的一些情緒、期待的情緒放在裡面嘛，解讀的情緒放裡面。最近我們就帶您看到雜音越來越多。當然，這個股價漲就最大利空啦，股價漲就各式各樣解讀啦，各式各樣的有人看好，有人看壞了，對吧？我們來給你看看一些雜音，我們要把雜音放心上，你可以認同，你可以不認同，但是你要聽聽看人家怎麼看的嘛。好，我們來看最近誰看哦，誰看不好？大賣空的主角哦，大賣空的主角呢，他去放空了。AI 股的這個應該說最具指標性，他去放空輝達，然後你就放空輝達，你是看壞 AI 嗎？他就說，哎呀，因為呢他看到了一些端倪哦，看到什麼端倪？他說他去放空的那一天，就是南韓政府帶着三星跟海力士站出來宣布他們要擴大投資的那一天，他就去放空了。好，然後呢，你就是說這什麼邏輯？他就說，哎。就是剛告訴大家的邏輯啊，他說哦，現在的狀況呢，這個供不應求非常好，對不對？他賺很多錢，但是有一天他擴大生產了之後呢，哎，那你就要開始想象嘍，他擴大生產，所以擴大生產之後呢，東西變多，東西變多呢，慢慢的沒有供不應求了哦，那它的價錢就下來，所以呢，這樣的廠商可能就沒有賺到那麼多的錢，利潤沒那麼好，哎，那這樣子的話呢，這個行情是不是就要反轉了？所以呢，這位這個大賣空的主角，他這樣講，他說韓國晶片呢，現在要擴大生產，那叫做 AI 終結的開端，現在開始了。他就說那個 AI 要終結了，現在剛剛開始，所以他現在就開始放空。但你也不理解啦，就是如果你覺得它只是終結的開端，才剛開始而已，你現在放空不會太早了一點嗎？好，但無論如何，這大賣空的主角，你如果去這個讀他的故事啊，他都很早，他都空得很早，所以呢，他這個放空很早，他要等很久。
如果不是他命夠長的話，我看他被抬出去很多遍所以他很早，他现在就說要開端了，所以他現在去放空他去加碼放空了輝達，他順道放空了 Tesla。好，那無論如何。這樣講來，你就知道了南韓為什麼很重要南韓呢，可以說是這一波 AI 行情當中最大的受益者，因為它是整個國家的一個這個市場呢都漲了翻倍了。那當然，其中的三星跟海力士更是不得了的一個翻漲了所以呢，大家都把它洞見觀瞻，它就是最重要的那個看 AI 行情的指標。所以現在大家都盯着它看。那如果呢，他們的這個股市感覺有點搖搖欲墜，或者是看到這兩家指標性的廠商三星跟海力士出現什麼樣的狀況，大家就很擔心 AI 的行情是不是要反轉，是不是要終結。那於是呢，我們就帶您看，那南韓市場到底有哪些雜音呢？這個當然有人把它視為是 AI 行情的一個代表性，但其實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說，首先大家說你在 AI 的晶片這個記憶體晶片當中吃飽了，但內需跌倒，因為它的內需完全吃不到這個 AI 的一個紅利然後呢，這個本來大家是預期這個 AI 會有外溢效應比如說呢，你在這個現在大家南韓也是全民都是股民嘛，對不對？你在股票當中賺了很多錢，那你會消費所以大家說那個會有一個外溢的效應你在股票賺了錢，那你就去消費，那你消費了之後呢，那這些所謂的非科技業、非這個比如說消費的相關的族群或者是飲食這樣的族群它就可以賺到錢這是一個外溢的效應。好，那的確你看一個數字他說百貨公司的這個刷卡的一個金額膨脹了，增加了這個17%蠻厲害的。但是你去看整個南韓，他們的一個消費的總額的增加大概只有2%左右。那你說為什麼都集中在百貨公司？奢侈品的消費很大，然後呢，但是一般來講呢，好像沒有什麼感受到，所以呢，在南韓目前還是所謂的 K 型復甦沾到了 AI 紅利的一個這個企業，哇不得了了，這個上行，但是沒有沾到 AI 的，這還在往下走 K 型的一個狀況好，那當然呢，這個外溢效應現在還不明確。那再來呢，就是南韓整體的經濟成長率只有2.4%那跟台灣不一樣，台灣大概2026年可以接近10%的經濟成長率那當然呢，這整個是產業結構不太一樣。台灣幾乎呢，這個科技廠商很多都沾到 AI 的邊，那南韓呢，大概就只有那2家廠商沾到 AI 邊嘛，所以那不太一樣的狀況。再來呢，我們就看到南韓他們即將要開放他們的韓元24小時交易。好，那有人形容說，那你知道24小時都可以交易韓元的匯率的話，很可能會導致它的波動又變得更加的劇烈了那波動如果太劇烈，貶值的一個狀況太嚴重的話，外資又要逃，外資逃了之後，對南韓的股市來講，又是波動加劇的開始。所以有很多疊加的因素在南韓。但無論如何，如果你要操作 AI 股票的話，你一定要關注南韓股市的一個變化。它就像是那個小小的窗口，你要看着它。如果它好好的你就繼續操作你的 AI 咯。那如果呢它出現了一些什麼樣的狀況的話，那可能大家都很難幸免因為現在幾乎全世界大家都看着韓國在操作 AI 股，雖然它好像並不是那麼樣全然的代表全部的一些 AI 股票，但是它就是那個漲最多的，所以大家都盯着它看。只要它一開始反轉，大家就會很擔心說，那我們其他的 AI 的行情是不是也會有一點過熱要反轉的狀況？今天跟大家談南韓，是因為南韓現在整體的一個股市狀況很像台灣，開槓桿的很多，外資在撤的，內資一窩蜂的往裡頭擠，然後呢，各式各樣的一個現象呢都很類似。所以今天呢，把南韓的問題呢，南韓現在股市的現象拿出來跟大家聊聊，看南韓的問題，想想我們台灣自己。但無論如何 ，AI 的基本面還是依舊非常好現在呢，就是像打棒球一樣，第2局、第3局都還是開端而已。當然，你會聽到非常多的雜音，亦或是呢，因為籌碼的一些混亂呢，讓市場有一點波動。但是波動，或許是大家的好機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AI 行情當中，那應該叫波動、風險跟機會並存。怎麼樣掌握機會？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咯。好，這是今天幫大家準備的內容，希望你喜歡咯。我們下回見，拜拜。